一条鱼。看样子这个冷水确实不适合养这种鲤鱼。这里没有死鱼，那就把那条死鱼捞起来送鸡吃吧。扔给鸡吃了。这个水质是从石头缝里面渗出出来的水。目前来说，只有甲鱼，2条甲鱼和田螺生长的比较好。看这个天气啊，应该今天晚上，今天就会下雨了。你个老六，你凶谁，老六？你刚才在凶谁？哎呦呦，好了好了，大黄，别爬别爬。你凶谁，老六？好了，别爬了嘛。可以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黑妞也发情了吗？哎，老六，那不关你的事，那是咪咪的事。哎，老六，老六，我打你了，老六。咪咪，你还不去帮忙？以后别出去了嘛啊！出去了，那个老六可不是什么善茬啊，知不知道？你看咪咪多乖。这个黑妞这段时间不见长啊，哪里有蛇就靠你了啊，黑妞，咪咪是靠不上了。黑妞是很灵活的，刚满月没多久就开始抓老鼠了，而且还抓了，我看到的啊，都抓了好几只了，都是那种3鼠。咪咪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以后你们联合起来打老六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让我扫地，我扫地你不让我扫，你上那上面去干嘛？啊，你这个咪咪，要下雨了，别出去啊！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，我们这边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下雨了降温就非常的快。基本上一下雨了，就只能坐在家里面喝茶。刚才给大伯打电话，我说下雨天在家休息，他说他也要过来，他说下雨天可以扯一餐野菜，下酒。基本上遇到这样的天气，我都是整天坐在家里面喝茶。有时候一天不吃饭真的没问题，但是一天不喝茶的话，那真的不行。有的朋友他说，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县城，别人都在采茶、炒茶、卖茶了，而我们这边还没开市？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比较高，特别是昼夜温差非常的大，所以茶叶它的生长周期就要长一点。你就像我们这边的蕨菜啊，我们县城海拔低的地方，基本上的话，它每一年只有一季，而我们这边春夏秋都有，甚至入冬了都还有。
也有不少朋友他都说，我关注你就是喜欢你乡野这种生活。如果说你采茶制茶那段时间和发乡野生活无关的内容的话，那就失去了我关注你的意义了。这点确实是啊。但是茶叶啊是我家主业，每一年的话也就是忙这一段时间。到时候手工茶的话必须我要去啊，这是必须的。因为这是我的老本行啊，这个不能离。到时候的话就尽量吧，多抽时间，就是和大伯到山里面去。当然了，大伯还需要好好的跟他分享一段时间，因为蜂群管理的话，目前来说他还是小白啊。幼蜂的话，他只懂一些简单的那些原理啊，其他的那些细节的话，他也不太懂。那手工茶的时间啊，我必须要去的啊，但是尽量就是减少拍这些内容。等手工茶忙完了之后啊，那到时候的话，就可以多抽时间和大伯在山里面去分享这些乡野生活啊，采摘这些山后土特产啊，分享这些乡野的美食啊，只能这么做啊。但是也只是忙这一段时间啊。我这种茶不用洗。雨已经停了，刚才大伯也打电话过来，他已经过来了。那难得今天这样下雨的天气啊，虽然说雨停了，但是山里面还是湿漉漉的。进山的话连头顶都要湿。高海拔的地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，一下雨了降温非常的快。所以的话就和大伯在路边上扯一点野菜。和大伯今天好好难得休息一天，好好喝几杯。咪咪，你别抓鱼啊，听到没有？我看你是不怀好意。他和黑妞基本上一晚上就守在这里。我和大伯进山去扯野菜了，你就在家里啊，听话啊，咪咪。不管他胖瘦啊，这个粘人这个程度是随时不变。知不知道？上来啊，对。这里有不少的茶树菌，大伯还没过来啊，大伯跟那里走过来差不多要半个小时。茶树菌它非常喜欢生长在那些自然枯死的茶树上面，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叫它茶树菌，具体学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这种茶树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你把它摘了之后，再下一次雨啊，温度在15度以上啊，基本上啊一直能够这种菌种啊一直让它这样生长发芽，一直能持续到5、6月份。所以的话，基本上你在哪里发现一棵菌种树，一年的话至少你能吃到好几次，3、4次、4、5次。这种茶树菌的话，一般我们这边最多的就是下肉啊，比如说下腊肉就非常的美味。都把它摘光不要紧，它菌种在上面，你不摘的话，它温度一升起来了，它这种的话，老得很快啊，也就自然枯死了，所以都是浪费了。所以基本上的话，每次进山我看到了，我都是摘完，然后它菌种在上面嘛，只要下一次雨，就是不下雨的话，它同样长得快，只是下雨的话，它会更快一点。手都不敢乱摸了，我都怕摸到蛇。现在我们这边温度还比较低啊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蛇好像耐低温一点一样。可以了吧？有这么多了。那等大伯过来，然后用它来下腊肉。大伯的还没过来，那我就先把它洗了。这种茶树菌好吃，但是就是不好洗。
看下面的鱼都看呆了。有本事抓一只呀，咪咪！总共45条鱼，死了4条，不知道咪咪和黑妞有没有抓到鱼啊？如果有抓到的话，都不知道有多少条了。今天的食材有腊肉、干辣椒、蒜、茶树菌，以及昨天没吃完的野芹菜。胎动就很明显了。你不用这样，大黄，别爬，别爬。就在这几天啊，要生了。你们猜它会生几只狗宝宝呢？不用摇尾巴啊！别爬，别爬。对，别爬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别爬，小心肚子啊！没有新鲜辣椒了啊，所以的话，今天就吃干辣椒。茶树菌。OK 啦，这种茶树菌也是一样的哈，要等菜炒熟了才能放进去。还有昨天剩下的野芹菜，哇，又是一大锅，还是挺香的。来，猜一下。今年是第1次吃茶树菌。这种茶树菌很嫩，如果煮久了的话，它就容易糊。挺香的这种茶树菌，和其他的菌比较起来啊，茶树菌没什么嚼劲，但是这种香味是挺好。这是昨天吃剩下的野芹菜。这个季节的野芹菜吃起来很有嚼劲，又很香。才嘎期啊！好。我就是发了一个视频，我说要制作干蕨菜。然后有的朋友他说，蕨菜是高度致癌的。我们都吃了几十年的，都没看见有哪个得什么大便。大伯他说他吃了几十年了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啊，它确实是这样。那到时候看一下吧。要不然就不做了吧。要做的话就少做一点。其实你就像现在，科技发达了，检测的东西多了。你像现在哪怕是空气，我估计你呼吸到致癌，因为现在空气污染多严重，是不是？那适量吧啊，那到时候天气好再晒。因为天气不好的话，你晒的话，一天晒不干，它基本上都糊掉了。要等温度升起来，至少要有20多度，然后都是晴好天气，基本上晒一天，那20多度。现在，差不多哦。现在可以少搞点，到后头是有了，1年4季它就是入冬天落雪的没有的。我们这边就除了冬季没有，春春夏秋都有，因为我们这边海拔高嘛，昼夜温差很大，所以它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那些野生菌、那些野菜生长。那到时候先少搞点啊。然后冬天可以储备一下。当然了，这只局限于我们这边啊。我们这边的人说吃蕨菜没问题，不代表就是说外地人吃蕨菜也没问题。这样，够这样。过年的4月个8、9月个多有蕨菜。有啊。他说古历就是农历8、9月，那就10月，阳历是10月过来了哦。有啊。有没有抓到？啊！别掉下去喽！应该是抓不到啊。大王，这是你狗宝宝的家哦，你要不要咪咪？
不要也不给你。现在都下午了，大伯闲不住啊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大伯进山去管理蜜蜂了。那今天我家里还有一点事，这是给大黄小狗准备的。大黄这几天就要生狗宝宝了，这是给它网购的一个窝，这是给你孩子住的，大黄啊。还不错哦，就是有点小啊。哇，不小了，这么大！来，大黄过来试一下，没有味道啊。那你睡进去啊！记住啊，狗宝宝以后在这里啊，听到没有，大黄？够了啊，这么大一个窝，就算5、6只啊，生小狗应该都住得下。那既然太阳出来了，就把它晒一下吧，没有味道，应该不用洗。睡莲基本上都种活了，但是鱼却养不活。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多放几条甲鱼进来吧。看一下这只小鸡，基本上每天都有看啊，怕它缺水缺尿。你孩子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好，有水有料。等一下晚上来看你啊。这里又开始产蛋了，收起来。假鸡蛋它识别的出来，但搞到一边去了。哇，这个蛋好重哦。那里有一只抱窝母鸡，今天为止也不知道它抱窝多少天了，随时保持警惕啊，都不像抱窝的样子。好，不打扰你了啊，明天来看你。